看看我这一块价值300万的音源，值300万的音源，我得好好的看看长啥样的。随便看，我这已经找有经验的老专家看过了。毫不夸张的说啊，老专家那个叫爱不释手。就这一块音源价值300万，还是有经验的老专家说嘞。对呀，啊，老专家的经验啊，确实比较丰富。直接给报300万，我还是比较满意，比较幸福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年轻的专家也看了，有的给几十万，有的给100多万。同样的一块音源，年轻的专家跟这老专家，这估出来价钱还不相同。我勒个天嘞！就你这块音源能卖300万吗？卖不到也不碍事，差一点无所谓。今天是啥吧？来你这里主要想让你多挣点，新年开张。你这话说的让人心里边暖暖的，感谢你还想着照顾我的生意。我想问问你啊，这块龙阳你搁哪来的？这块音源是俺家祖传的。当年俺爷告诉我，这个好像是为了慈禧祝寿，用的。当时就发行了3块。俺家这一块就是其中的一块。就发行了啥？那爷告诉你这块音源是庆祝慈禧祝寿了。这看来那爷对历史了解不是太懂啊。这是一块北洋34年的北洋龙，光绪34年，那个时候慈禧还活着，这个年份对得上，但是为慈禧祝寿的音源啊，却不是这块音源啊。不是这块，是哪一块？你可别蒙我啊！俺爷肯定不会骗我。你这也是听说，我来跟你说说吧。好，光绪34年的北洋龙啊，是当时的主流货币。我们个人家里边啊，就这样的银元太常见了。为慈禧祝寿的银元是双龙寿字币，和这个明显有太大的不同。相不相同的呀？我也不想跟你抬杠。大家咱都是本地人你看看能给我多少万吧？行，咱俩都不抬杠，具体能给你折多少钱，我帮你看一看吧，好吧？你这块是罐装包浆，壁面上有少许的这个铝锈，正常的流通痕迹，字口、龙鳞状态都不错。细看你这个龙阳，你这个额头，说实话挺高嘞。看它的尾巴这里啊，这是属于短尾，发行量在北洋34年龙阳里边啊是比较少见的。看质口的话，说实话，你这个还带个小板，土金板，鉴于这个味道状态不错，目前市场价上不了万。别说上不了万这个事儿，你们的规矩我也懂。这样吧，你只要能给我卖300万，我分你10%的提成。说实话，你这个提成我真要不了。你也不卖，我也不买。实话实说，确实是几千块钱的事儿。都是几千块钱。不中，300万的东西，你砍价砍到几千，你有点扯吧了吧？那，要不你还拿回去吧，中不中？你再找其他人打架。不是老板，我再给你家暗示啊。老专家说这块音源啊，贵就贵在这个包浆上面，你可能年轻不太懂。你这暗示，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实话实说，你这块龙阳，确实是一眼开门。包浆的话，确实是属于一块味道币。音源的包浆啊，只是它的这个时间长自然形成的，是参考一块音源真假的依据。有些人喜欢这样的味道币，有些人他不喜欢带包浆的音源。仅凭音源的包浆想卖高出几百倍的价格，这是不可能的。好一点的包浆只能为一块好状态的音源锦上添花。所以说你这个老专家啊，不可能出那么多的钱来买这块音源。实话实说就是不可能。卖东西我能不知道吗？谁给的价钱高，我卖给谁。别人老专家已经给过价钱了，本来想着让你多多少少赚点但是你给的这个价位啊，实在太低还是得感谢您的这个好意。对于这个价格你说的也对，谁给的价钱高卖给谁，这说的是没错。我也不知道你搁哪找了这个老专家，明明这很常见的音源，却给你报出来300万的这个天价。说实话，你这真是让人揣摩不透。他这个居心叵测，你得注意了。这大过年了，你可别上当受骗了。想骗着我根本不可能。我脑袋里面全是智慧，谁也骗不着我。我还是找那个老专家去。你也太年轻。那行，既然你这样说，那就祝你好运吧，好吧？好。我这有3块家传老音源，本来价值300万的东西，现在急用钱，你给我200万，处理给你吧。300万的家传老音源，那你为什么要买200万呢？这价格差距也太大了吧！来，我看看啥样的音源。我主要是想快速出手，为了这3块音源，我已经花了20万的积蓄了。低价卖了，过个安生年。你这3块音源，这都是常见的3、9、10年啊！你想卖200万，这太难了吧？花20万，这又是咋回事呢？
为了这3块银元啊，我已经折腾5年了。光找专家，我找了不下于100个了。鉴定100多次，花掉了我将近20万的费用。哎呀，你花20万，其实就想要一个鉴定结果。首先，这3块银元啊，真假确实没啥问题，其中2块还都带斑啊。3年呢，这是一块典型的甘肃斑；9年，这看发丝啊，应该是酒精；10年，这是一个提点年啊。20万的鉴定费用，看来你这就鉴定出来值200万。对，专家们都仔细帮我看过了。最少是价值200万以上，最高能给我估到300万以上。有些专家是不靠谱的，帮你估到300万，又帮你卖不掉，这都是在套路你的鉴定费。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你看你这话说的都不负责任。我不花钱找专家鉴定，怎么知道他们的市场价呢？关键是你这市场价给你估的不靠谱啊！都知道袁大头发行过4个年份，3、8、9、10里边最贵的当属8年。你这里边正好缺个8年，你想想，现在一块8年不过才2、3千块钱，对吧？你这剩下的这3块，自然价格就没8年贵了。你这一下子找了100个专家，难道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吗？谁说我的银元不值钱？我骂谁。有些伪专家不懂，上来都说是假币，我直接叫他拉黑。假倒是不假，但是你这遇到说不值钱的，你直接开骂，那只能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价值。一个专家说价值200万，10个专家、100个专家都说值那么多钱，你说不值钱，那不都是找骂了吗？你这是极有可能遇到了连环骗。我给你细算一笔账，鉴定100次总共花了20万，平均每次花到2000了。咱说句不好听的，这哪一块也没你的鉴定费贵啊？不可能，专家都说了，都带斑，你给我估价吧。那就先说你这里边最贵的这个酒精吧。9年金发袁大头里边整体做工最漂亮的一个斑，主要是看它的发丝报价的。不说你这个是满发丝吧，整体发丝还可以，重点是笔面包浆不错。就你这个状态，现在看来也就2000左右吧。多少？2000？对。你这价钱估的，我跟你说搁以前，我直接都得叫你拉黑。剩下来接着估。怪不得你一下子花20多万，看来你这是想听好话。但凡啊认为给你估低价了，你都开骂，你这是执迷不悟啊！再说另外2块，这个3年啊，这是典型的甘肃斑大头。我看过了，这也不是啥大斑，像曲笔民、落叶这都不是，价格和这个提点年基本上一样吧。因为提点年在10年大头里边存世量挺大的，鉴于你这个10年的包浆不错，而且笔面你看一下多少还带点光，2块基本上加在一起的话，2400一大关。2块2400？对。我要200万，你给我2400，你这是典型的在羞辱我呀！没有一丁点羞辱你的意思，完全是实话实说而已。像你遇到了网上专家啊，都是靠赚取评级费挣钱的。你别说拿这3块银元给你估200-300万，你就随便在地上捡一块瓦片，也能给你估到几十万。只要你给他鉴定费，他说的越多，你越开心。反正就是卖不掉，就像你这种情况一样。钱没少花，银元还是没卖掉。我都是卖不掉，我也不会卖给你。200万的银元，你给我几千块钱，这不是闹着玩的吗？不是闹着玩，真实行情是什么样？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去问问，别执迷不悟了，多赚赚，多问问价再说吧。我看好了，你不是我执迷不悟，是你没有实力。来，将我的银元给我吧。好。叫我气坏了。老板，你帮我看看这块银元是真是假啊？要是假的呗，今天晚上我都不叫俺岳父吃饭了。不让恁岳父吃饭，这和银元真假有啥关系？这看来这是出啥事了。来，我看看啥样的银元。我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啊，这个银元啊是俺老岳父送给我的。我严重怀疑这块银元都是假货。我先拆开这外边的包装盒，把银元给取出来。34年的北洋龙，而且还是一块短尾。这看边齿，这一眼开门啊！你可看仔细了。别人都说银元发黑的都是假的。我这咋看咋不是真的？今天晚上我必须不能让他吃饭。你这种逻辑就有问题了。谁告诉你银元发黑就是假的？我倒是看着你这种包浆啊，这都是一眼开门。尤其是它这边齿上面的这种锈，这是连造假都造不出来。短尾龙状态还不错，100%确定不假。不假才保险一半，就说好了1个月给我1000块钱的伙食费的。你看看这值不值1000块钱吧？1000块钱肯定是绰绰有余了。这个恁岳父在恁家里吃饭还要伙食费，我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倒插门你不是住他家吗？我们是住在一起的。之前的老房子拆迁了。拆迁款俺岳父都输光了。所以他现在吃饭得给钱。我听出来了，恁这个岳父生活中有陋习，给他固定每个月要生活费是对的，你不给他要，他总有一天也会输在这个牌桌上。银元确定真假没啥问题，你这放心的拿回去，给让恁岳父吃饭。你也别着急，你别着急给我嘞。既然是真的，你给我看看能不能给我1000块钱吧，让他免费吃1个月的饭了都。1000块钱买不到龙阳嘛？这个况且你这个壁面也是无戳无伤，龙鳞又那么好，你就没有一个大的想法吗？我也想多买点，关键这银子太便宜了。刚才别人回收的，都给我1000块钱。给你1000，注意说明这个银元不假。他这个银子再便宜啊，银元也不会按银价来算。我大概的给你来估一下价。34年的北洋短尾，可以从这个短尾和这个短韵这2个地方分辨出来。这2个点啊是区分长尾短尾的地方。我们常见的都是这个长尾龙，因为长尾龙啊发行量较大，所以在价格上短尾龙更有优势。看你这个龙鳞状态算是比较齐全，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整体壁面算是一种全身打的状态。字面来看一下，细看一下你这个前字啊，金字这个地方少一横，属于更稀少的土金斑。土金斑在短尾里边占1小半的全质量，高点满纹，没有任何磨损，壁面前后就带一点黑黑的包浆。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给你估价5000块钱是完全没啥问题啊。5000？对，这价钱可以啊。咱岳父应该不知道这价值能高，不然的话他卖了，再给我1000块钱，那4000他又去玩牌了。对，一般我们个人啊，懂银元的比较少。你像过去家家户户其实都有银元，真正懂银元的太少了。你看有很多人啊，他过去都加工那个银手镯了，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那岳父给你这一块银元，说实话，这个品相保存的还算可以。有没有可能值1万？不可能。我上其他地方给1000啊，你这给我5000，我要再找一家，说不定管给我1万吧。哎呀，给你1000确实是低估了，给1万还真不至于，因为你这个品相啊，只能算是一般化。如果壁面带点远光，它这个价格啊，它会翻番，它翻几番都有可能。不过你这多转转多问是对的。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岳父没给你造假，你让他该回家吃饭。好，那谢谢，我再转转啊。转吧。这大过年了，这俺老伴儿他啥都不懂，你说1000块钱这买这管弄啥？大爷，你这可不是普通的砖头啊，这白花花的又那么重，1000块钱买回来，这可是捡大漏啊！你别笑啊。有时候我也跟他吵架了。这过年你也都买牛肉，这还不如买1000块钱的牛肉一家年回来都管啃啊。哎呀，大爷，这管弄啥？这东西可比牛肉强多了。牛肉你吃到肚里边消化了，这我拖着又那么重，这外边你看又称量，按它的比重来看，这不是银子就得是白金。关键是1000块钱买回来，这买的很便宜啊。这大爷这搁哪买的？这俺老伴儿就是都这说的。他说不是银子都是白金。我要看吧，要叫我看吗？这跟我铝接的啊，他肯定能得赔钱。我个人看还真不像铝啊，它的密度比较轻，这么大一疙瘩拖在手里边不会有这么沉。另外铝的颜色也不会有这么白，铝它的颜色发乌，显得暗淡。是铝的话才几十块钱一斤，1000块钱买回来肯定亏钱啊。我都说亏吧。这给一个小孩手里管买手的啥好东西了。今儿上回来老伴儿，我再叫他跪那儿。大爷，你也别激动，具体是啥，能值多少钱还没说清楚，你也不要着急下结论。既然是从一个这个小孩手里收过来的话，那恁老伴儿确实犯了一个大忌。无论我们做什么生意啊，再赚钱也不能在这小孩子手里边收东西。就拿你这个砖头来说，无论是白金还是银子，这肯定是孩子拿人家家里边的呀。问题上呢，我说这是赔钱呢。这好歹这是1000块钱买回来了。你多少你说，能拿这个不赔钱，捡个大漏。
那这1000块钱给你头了。大爷，这个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这贸贸然的兑给我，我也没法要。建议你还是让那老伴回去找一下那孩子，最好把这东西还给人家，皆大欢喜，对吧？你们都能过个好年。那你这东西你都嫌弃，你都不想要？哦，没有。那我今儿让老伴回来了呗，我肯定叫他跪桌板。哦，饭都不叫他吃。大爷，你让他跪桌一板，不让他吃饭，你这无理也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砖头价值啊，远远不止1000块钱，1000块钱收过来，这绝对是捡大漏的。我看这材质啊，应该是银的。为什么说不是白金的呢？白金分钯金和铂金，它们的比重啊，首先不比黄金轻。如果这个砖头有5斤重，那白金啊必须能达到9斤、10斤。从目前我拖着看，好像也没有那么重啊。这个砖我也称过了啊，一共都是6斤重。哦，6斤啊，你好好的给我算算，看看我能管赚多少钱。哦。啊，赚钱多了，我给他买牛肉，犒劳他。大爷，你这态度转变的挺快啊！这听说要赚钱了，这心里边就像乐开了花。不到6斤，也就是说重量在3000克左右。说实话，其实白金的颜色也确实没那么白，白金的颜色它是发乌的，比重颜色都不对，所以我个人看就是银子。银子的颜色就是这样子。不过从目前外面来看的话，没有一丁点的这个氧化。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手里边啊，待的时间比较短。银子现在的价钱也挺贵的，达到了历史最高点，5块多钱一克。细看造型的话，这也不是什么古董之类的。我大概出来了，给你算一下价值，按3000克的重量来估，目前来看啊，卖个15000-16000完全没问题。谢谢你的估价啊！我回家赶紧过去包饺子去。哦，包饺子犒劳俺老伴。叫他吃一顿哈，好嘞。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先不要开心的太早，捡漏啊无可厚非。但是你们这买孩子的东西就不对了。首先啊，你们是疏离了这1万多的银砖，你这1000块钱给人家买回来，对吧？你们是大赚一笔，但是对人家孩子来说却不公平，因为这价钱啊极其不对等。建议你还是还给人家为妥。那还是你说的对啊。那我这都叫俺老伴给人家送回去，皆大欢喜啊！对啊，不用客气啊。这个以后孩子的东西，别收了，别给自己找麻烦，好吧？好。这兄弟俩分家竟因为2块破银元打起来了。老板，你给看这2块银元到底值多少钱？我们普通人家啊，也没有太值钱的银元。这个兄弟俩因为这俩银元打起来，太不值当了。来，我看啥的？我说老板，咋会不值当的呢？这俩可都龙样一块好歹也值几十万，要不然他俩也不会动手打起来。这2块确实都是龙样，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2块也都是常见的板啊，这是谁说的？这能值几十万啊？他们兄弟俩好像都在网上找专家鉴定过了说是一块贵一块便宜有价格差，所以分歧我感觉还挺大的。哎呀，银元币种不一样，他们之间确实有这个价格差异。这个大清宣3啊，这个肯定是贵，毕竟它是属于中央龙样，而这个江南嘉诚它是属于生龙，加上它这个存世量大，所以价格便宜。好在2块啊都是无伤无戳，这相差的钱啊，这也不至于打架。这太至于了，老板。我听他们说一块好像值90万，另一块好像只值30万。足足相差3倍价格。哎呀，你不要听这个专家在这胡咧咧。一般这种大清啊，值几十万的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得是皮盒挂67分，这样举世无双的大清才90万。而江南币值30万的，必须得是5纪年了吧？5纪年这个状态的话，市场价应该在30万左右。你这啥意思啊，老板？难道网上专家说话不靠谱吗？是不是城市不一样，价格有差异？这个现在毕竟也是这个互联网时代了，银元的价格啊，在咱们全国都一样，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弟兄俩在网上找了专家，确实有大问题。这能有啥问题的？一个说的不对，2个说的都不一样。刚才我也说了，他们俩确实有差别，但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网上专家的套路很明显，就是以高价吸引你，然后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到地方几百几千的让你出费用，他们估的价因为高了的太离谱，说实话压根儿也不会有人买。
那你说吧，你看这两块到底能值多少钱？那行吧，那我先说里边最便宜的这个江南甲辰。江南币啊，8个有纪年，1个无纪年，发行量最大的就属这个甲辰。甲辰龙啊，平时以深大为主，而你这个壁面流通痕迹还是有的，刺面这一块不是太明显，这个龙面这一块流通痕迹就比较明显了，尤其是它这个龙鳞还有一半字口看了也不是太清，好在这个壁面啊无伤无戳，算是通过状态吧。这个味道也是一块原味的状态。我这个看价能给你看到3000左右。30万变3000啊？对。那照你这样说的话，网上估价水分那么大吗？差距10万8千里啊！对啊，30万的估价，这个估到3000，肯定相差很大。说实话，你说谁会掏30万买这个一块甲辰呢？而另外这一个大秦玄伞啊，首先从币种上来说，要比这个甲辰要贵很多。而你这个大秦玄伞，最主要是它这个壁面好啊，而且原味带包浆。你看两面都是全深达，我没看到有任何缺点，而且这个壁面流通痕迹几乎是没有，保护了非常非常好。大青主要是看它的花枝招展，龙鳞也没有磨损，包括它的云朵看着也非常舒服。这边字口没有任何的缺点。你这一个大青的话，我最少能给你估到5位数以上。乖了，这人家可估90万，现在5位数你说1万。1万多，那错多。那对，所以说这个价格相差巨大。这个网上的专家不靠谱，你回去告诉他们兄弟俩，这个区别巨大。真实现实生活当中，这银元啊没有那么贵。然后因为兄弟俩分家，因为这俩银元闹病，说实话真是不值当的，还是以和为贵。兄弟俩分家啊，说实话，这几千块钱，因为几千块钱，对不对？不值当的，回去给他们说说，实在不中，让他们俩卖了，一块分钱多了。我跟你说，我也不管了，请管那家伙事，他有啥事管不了钱了。那是嘞，是嘞。好，能那谢老板。没事。好。我这有一个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我用电脑都称过了，正好是1斤的重量，你看能不能卖50万？1斤重的金锭要价50万，确实是挺保守，上面还真有落款，雍正年造。看你这个个头的话，这恐怕得有10两以上吧。重量正好是500克左右，我都已经称过了，确保无误。那过去的锭子1两是37.3克，看你这个个头的话，银锭是10两，但是黄金啊，它比银子重，所以重量应该是10两以上了。再说你这个金锭上面的字体倒是会很规整，这如果要是对的话，这价值远远不止50万了吧？哎，其实啊，我都找专家看过了，专家给我鉴定是300万。300万，感觉啊，他鉴定的价格太离谱了。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对呀，专家给出的价格是300万，别人都听这价格越贵越开心，你倒和别人不一样啊。网上的专家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富有价格300万。我觉得很不现实，人家有300万不会买这个东西啊。你这是很少有的人间清醒，一眼就看破了网上专家来瞎忽悠。我实话告诉你吧，像这种金锭在过去啊比较少有，如果你这个是对的话，字口果真有这么清晰啊，300万估价确实是很保守了。我要的就已经很保守了，50万是有依据的。黄金300现在500块钱一克，对，500乘以2，正好是1斤50万。原来你这个保守了50万是这么得出来的，按现在的金价乘以2，1斤重的金锭正好是50万。我这是第一次见这个金锭是这样定价的。我定的价格很现实啊，做生意主要是讲究一个回款再说黄金卖的太贵了，别人也买不起。你说这话没毛病，无论做什么生意啊，这个回款永远是第一位的。平时普通的黄金价格很透明，但是像这种金锭是属于古董的收藏价值肯定要远远高于金价来。还没来得及问你这个金锭这是哪来的？我在路上捡了一个快递盒，拖着有点重，拆开一看啊，这么大一个金锭。原来这个金锭是在路上捡来的，怪不得你这要价这么保守。捡来的快递你不应该给人家快递员联系吗？掉水里了，水里都看不清楚了。再说过那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寻这个东西。你这个幸亏金锭价值不高，不然再过多少年，你拿出来依然有麻烦。首先，这个金锭的材质不对，你称了1斤重量，
不符合黄金的密度。10两银锭重量是370克左右，因为这个锭形啊，你看稍微厚一点，黄金的话应该在800克到1000克的样子，这个是它比重不对的地方。另外就是金锭，它这个造型上很有讲究。首先啊，这么大的锭子它不应该有翅膀，这种带翅膀的都是银锭的器型。还有就是它底部这个蜂窝很可笑，因为明清那时候的黄金含量能达到98%以上，黄金不比银子熔点高，在浇铸的时候啊，底部不存在有蜂窝，你这些蜂窝看着应该是罩上去的。还有黄金这个材质啊，亘古不会变色氧化。你看从底部一直到上面的字口这里，这很明显都有褪色的现象。最关键就是这个金锭上面的这个字口，这一看就是现代的电脑体，过去的金锭都是粘刻上去的，你这个是属于漏洞百出，个人看啊，也就是现在的艺术品而已。哎，终于听你说完了。你这讲的没有优点，好像全都是缺点啊。对，你开个价吧。开价既然不是黄金的话，基本上现代的艺术品也就没什么价值。外边点镀这层也不是黄金，它即使是黄金也没法提炼出来。个人看，如果买的话，估计也就100-200块钱的样子吧。这个价格确实很尴尬。开300万是想忽悠我，要50万竟然也卖不掉。对，100多块钱也太可笑了吧？那其实也没什么可要不可要的，毕竟这个东西也是你捡来的。你仔细推理一下啊，如果是真黄金的话，怎么可能这么高价值的金锭寄快递怎么可能会掉地上？这分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反正也是不值差钱，你就当一个小玩意儿拿着玩吧。再说吧，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再说吧。好。可把我气坏了，说好的结婚叫我当这个家。俺婆婆上来给我100块破银元。100块银元可不得了啊！你这一下子卖掉的话，这现在还值不少钱了。来，我看都是啥呗？他这分明都是看不起我，当我是3岁小孩。你说我要这些银元干啥？我要的是钱。其实这个银元啊，它就相当于是钱。你这100块银元，这真假完全没啥问题啊！你不想留的话，你这可以直接变成钱啊。关键是值不了几个钱。我闺蜜说了，银元含银量低，一个才值200块钱。哎呀，你这闺蜜啥都不懂。银元虽然说是9银1铜，但他们又不按银子去卖。我看你这里边啊，这啥的银元都有，这整体品相还并不差啊。你可千万别轻信那闺蜜的这个报价，她这是啥都不懂啊。关键是我相信了，昨天也跟俺婆婆大吵了一架，说她看不起我。吵完架之后，我就带着这些银元离家出走了。哎呀，你这事办的太鲁莽了，估计恁婆婆应该也是很无语。明明给你100块银元讨好你，结果呢，你却给她办难看。这也不能怪我，是她誓言在先的，说好了让我当家，没诚意，却给我100块破银元。你这些银元虽然说这个壁面你看都带褒奖，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价值。过去家里边啊，能一下子有100块银元的，绝对是大户。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啊，足以说明他对你比较认可。作为晚辈啊，你不能因为不懂而闹情绪，这么鲁莽啊，只会产生更大的误会。你就别替我婆婆说好话了。我婆婆这个人你不了解，她平时对自己都不舍得，还是不想叫我当这个家。哎，对自己不舍得，说明恁婆婆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这并不算啥缺点啊。你都不知道，他们的退休卡都不给我，知道我平时爱花钱，总是唠叨我。哎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想当家的话，其实操的心会更多，里边也没啥油水。反正你这次误会恁婆婆了，赶紧把银元给她拿回去，给恁婆婆道个歉。你这话怎么说？那你先帮我看看吧，看看这能值多少钱？100块银元，说实话肯定是能值大价钱的。哎，鉴于你这个银元比较多，哎，我给你随便挑几个币种，简单的说一下。哎，先说里边最贵的这龙样，我看这里边啊，至少有10几块龙样。就拿这个赵忠为例，哎，我们普通人家最贵的这个银元了，当初这个造币中厂正儿八经的龙样3000个之首。赵忠啊，其实就是看他这个鼻子了。你这个鼻子高挺，龙鳞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字口也非常清晰。其他龙样咱就不过多了这个讲价格了，就单单说你这10几块银元，就这10几块龙样，就单单说你这10几块龙样，说实话，没有一个大几万块钱，你现在还买不来。啥呀？就这10来块银元能值那么多？对。照你这100块来看的话，那不得几十万了？哎，几十万可能大了谈不上，
但是这100块银元里边，这种龙样只占了一小部分而已。我看这里边，你看还有其他的这个3年、10年，因为袁大头它的年份也比较多。我这一不给你细看了，因为大头里边也有很多版，有些值钱的版啊也是非常贵的，里边应该也有8年。就单说你这个普通的这个3年嘛，因为这个3年你看壁面无伤无戳，随便现在这一块也能卖个1100。你的意思是常见的一个都1000多了？对。那这样的话，这10几万块钱有了。那有。那太好了，你今天能给我变现吗？正好我去买点东西去。哦，你这想法不太现实啊！本身因为这个银元，你和恁婆婆生气了，这还没有妥善解决了，你这轻易卖了去消费，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说实话，你这些东西我也要不了，我也不建议你卖，建议你呢回去给恁婆婆道个歉，再做打算。那你不要算了，你不要我再找其他人看看。那好吧，那你再转转吧。你给我看看俺家的这个祖传的银锭能不能卖2000块钱？我这谈个对象急用钱，我想把它变现了。哇塞，你这个可是50两的大银锭啊，而且这还是宣统年的，字口很清晰。你这卖2000，这太可惜了吧？这可惜啥？俺爸妈小时候告诉我，他就值2000块钱。你要嫌贵的话，我就给你少100吧。你这卖银锭的，我倒是第一次见，上来要2000还能少。但是我看你这个50两的银锭，这也没啥毛病啊。虽然说定面有点流通痕迹，但是没任何影响。这味道，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小时候告诉你值2000，现在2000可买不到了。买不到，你都别管了。我这急着跟俺女朋友约会的，这2000的预算大概就2000块钱。我这看出来了，你今天是为了约会，这也不管300021了，随便拿家里边的宝贝换钱，怎么着也得经过恁爸妈的同意啊。我这都30、40岁的人了，到现在连媳妇都还没找到嘞。就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没有钱，只能卖这个东西。反正早晚都会传给我的。早晚传给你，总比你便宜卖了强100倍啊！你这家庭条件再不好，和你谈对象结婚没任何关系。人家都说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30、40岁了，手里边依然过得很拮据，只能说明你平时要么不努力，要么养成了坏习惯，不至于现在约个会还找父母要钱啊。你是不知道，俺爸妈一辈子都没本事，只会在家里种个地。我到现在也没遇到贵人帮我出身非常不好。兄弟啊，你说这话就显得格局小了。父母把我们生下来，能抚养成人，这已经算完成任务了。如果恁家庭条件不好，能会有这么大的银锭吗？你也不用看不起我，我长那么大，一共花俺爸妈也就20-30万块钱，现在还没人家一辆车贵嘞。你说这话就越来越让人看不起你了。爸妈说实话种一辈子地，给你挣20-30万已经不少了，况且你这还有一个50两的银锭，你可不能就这样便宜卖了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反正我是急用钱约会，价格你看着给吧。再是谈对象，再是急用钱约会，也不能便宜卖家里边的老古董，这可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啊！听你这么说的话，难道2000块钱要低了吗？说实话，2000块钱只能买他这一个翅膀。你这是50两的商定，在晚清那时候啊，这个相当于好几万的购买力，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大钱。首先，你这定面，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包浆真假根本就不需要鉴定。就我手里边拿这个，在咱们大周口，你可能找不出来100个，这种50两的银锭子太少了。而你这个字口比较清晰，无论是大锭还是小锭啊，最主要是看它的字口的，字口越清晰，这价格也就越高。庆茂义银鹿，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银号，典型的商锭。说实话，这个翅膀做工一般吧，定面有流通痕迹，这应该是没有怎么保存好。如果没有划痕的话，这多卖个1万块钱完全没啥问题。那是我小时候用刀子划嘞，要知道能卖那么多，我肯定不会乱划。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而已。品相对任何银锭来说，越好越贵。你这个50两嘞，说实话，蜂窝你看多自然。细看的话，这还有点金珠挂底嘞，状态整体来说没错。就目前你这个状态，我能给到你10万。啥10万？我没有听错吧？没有听错。这个价钱也太好了啊！没想到俺爸妈，穷苦人家出身，竟然能给我攒那么多一个好东西。哎呀，你也不要看不起父母的出身，这狗还不嫌家贫呢。爸妈之所以穷成这样，为什么没把这个银锭拿出来变现？
说实话，我看肯定是给你放着了，应该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还不想拿出来换钱。加上你现在谈对象急用钱，所以建议你回去跟恁爸妈去汇报一下，如果他们同意卖的话，你到时候再过来卖，好吧？那行吧，我现在都喊他们过来做个决定。哎，对对对。老板，哎，你看我这2个银元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话，看能不能换2000块钱。能不能换2000块钱？一块赵种，一块大清，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这俩银元这是哪来的呀？这是我表哥的，他过年想买个手机，他让我拿给你看看能不能换2000块钱。你表哥今年多大了呀？他13了，我10岁。13了，怂恿着10岁的弟弟来变现。你这俩银元首先真假是没啥问题，而且还都是龙阳，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还带包浆。别说2块能不能卖2000了，就是随便哪一块，换个新款手机，这是绰绰有余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就给我换呗，我表哥还在外面等着我呢。你先不要着急哈，这俩银元既然不是你家里的东西，我还真的不能给你换，必须得让他本人来才行。关键是我表哥脸皮薄，见不得人都不好意思，他让我来买个手机多玩玩。你这年龄不大，原来你这也是另有所图啊。你表哥是你哪位亲戚家的这个孩子呀？是我舅舅家的。这么跟你说吧，你舅舅知道你们俩拿银元来换手机，肯定是要追究你们责任的。因为像你们这个年龄他是不能玩手机的，除非让你舅舅或者是舅妈来，我才能给你们俩换钱。这2个银元是我表哥的压岁钱，既然已经送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做决定。你这话说的，这是不是你表哥教你的呀？是的。既然他能这么说，那他为什么不让舅舅舅妈来帮他换手机啊？我舅舅舅妈想来也来不了，因为他们在外地打工，下一场大雪他们赶不回来了。你说的也是，今年这场雪下的确实挺大的，全国范围出行都有影响。但是回不来过年也不能说就是你们变现银元的理由。可以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呀。如果你不要的话，那我只能卖给别人了。但是有一家这2块只给我们1500，1500肯定是不能随便卖给别人的，因为你们年龄小，完全不懂银元的价值。我先来给你说一下里面最便宜的这个大清吧。这个大清它是龙阳3000克里面价值排第2的。你的这个尾巴出云，这是属于深板龙，存世量具体有多少我就不细说了，就单看你这个壁面无伤无戳，这就是好品相了。因为过去的这个银元进钱庄都会被打戳字，清朝的银元能完好无损的保存到现在已经很好了。这壁面又带包浆，花枝龙鳞全身打，饰口方面也是 very beautiful。就这一个我能给到你7000，这一个就7000，别人2个才给我1500，你们这价格错了不是一般的多呀。主要是你年龄还小，不知道这个江湖的险恶，人家开店做生意又见你是小朋友，对吧？所以肯压价。而你拿来的另一块这个皂种就更贵了，这个皂种是龙阳3剑客之首，是目前我们个人家里面最常见最贵的龙阳，目前大概价格一块能顶这个大清2块绰绰有余。皂种主要是看它的高点，鼻子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鼻子没什么磨损，龙鳞看着也没什么磨损，整体字口都是全身打，反正我看是没有任何缺点，给你报个1万多，轻轻松松。哇，没想到这俩银元那么值钱啊！这1万多的银元，我表哥只犯2000，太笨了。对呀，你才10岁，你都知道卖的太便宜了，这幸亏是没卖。如果轻而易举的这个变现了，又买个手机，等你舅舅舅妈回来了，对吧？他肯定要修理你表哥的。再说你舅舅舅妈在外面辛辛苦苦，对吧？打工也非常不容易。你这些当亲戚的一定要劝劝他，拿着这俩银元赶紧去交给你的姥爷。老板，你说的对，我这就把银元给我姥爷去，不叫表哥买手机了。对对对，这一次可把我给气坏了。昨天我结婚，我后妈给了我一块破银元，你帮我看看，值几百块钱。几百块钱一块的银元没有带龙呀，那后妈不可能送给你那么便宜的银元。来，我看啥的。我感觉这块银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说实话，我都没见过那么丑的银元。这把我气的手都抖了。你先不要生气，这个云南老龙入的还是皮盒，壁面灰不露出来是它的包浆。我看未必它就是假的。
你才拿到手也没有看清楚嘞。反正我咋看咋别扭，没见过银元竟然长这个样子。你这是对银元不懂，这笔面上带彩啊，这是它的褒奖。你这个云南老龙啊，虽然说评级没给分，但是整体品相还不错。加上云南老龙存世量不大，你别说卖500，估计后边再加个0，你也卖不来啊。你别安慰我了，我这个后妈我知道，一点都不知道给我亲。人家女儿结婚都给3000、2000压箱底儿，他就给我一把破银元。你应该是误会那后妈了。一般闺女嫁人啊，父母送银元都有一定的说法嘞。银元谐音姻缘，意味着这个婚姻美满。这比钱强太多了。你都不知道，我后妈还美其名曰这个嫁妆以后千万别卖，越放越值钱。那后妈说的很对啊，这银元这些东西确实是越放越值钱。如果不缺钱的话，你可以继续留着，毕竟是父母啊，他给你了一份结婚的念想。不想留了，看见他我就伤心。我老公说不值钱，准备把他送给他朋友，因为之前欠别人500块钱。欠别人500块钱也不多啊，你拿500块钱还回去不就行了吗？干嘛拿这个去抵账呢？传到那后妈耳朵了，惹得他们也不开心。我也不想在意他们的看法，怕是假的，别抵账之后再是假的，这弄得丢人就不好了。看来你跟那后妈这个积怨啊，这不是1天2天了。首先啊，我看你这个云南老龙不假，就冲你这笔面5彩的褒奖来说，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再说假的话，这父母也不会送给你啊。不假就行，那我这就放心了。银元给我吧，我拿回去给我老公抵账。你也别着急，别着急，不假并不意味着不值钱。一般我们常见的龙羊没有便宜的，这个品相再差了也能值个2、3千。而你这个云南老龙啊，并不常见。常见的云南省造的龙羊都是小一圈的云南新龙，这种面值啊，它就是1元。常见的这个新龙是半元。半元就比较便宜了，通常每入盒的200、300左右，即使带分啊，也就大几百，拿半元抵账完全没问题。而你这个抵500就亏大了。首先入的是 PCGS 的盒子，这种盒子币啊是属于全世界质量最硬的盒子币，虽说没分，但是整体状态并不差。尤其是它这个笔面褒奖，这一看这就是带彩的，算是5彩褒奖吧。你可能是第一次接触银元，对银元笔面褒奖不懂，然后就是它这个龙鳞，包括整体的刺口还不错，属于全身打的状态吧。最起码笔面看着无伤无戳。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我个人能看到2万以上的市场价。2万？对，还以上？对。像你这样说的话，这个银元咋那么值钱嘞？我后妈带我还不赖呀。对呀，那后妈还是挺舍得的。完全啊是你对银元不懂而造成的误会。至于为什么这个银元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物以稀为贵，云南老龙发行存世量较少，再加上你这个品相褒奖不错，所以它这个价格就相对贵一些了。价钱你这也了解了，真假也没啥问题，拿回去给孩子当传家宝吧。你先别给我了吧，我留着它也没啥用，你放你这吧。一是给俺老公还账，二是过个肥年吧。那既然你一决，那我就给你换点钱花花。谢谢你老板。没事没事。老板，你帮我看看这80块银元是真的是假的？我可是按5块钱一颗的买回来的，别给我照买一堆废铜烂铁了这种。5块钱一颗，一下子买了80块银元，是真是假你竟然还不知道，这一下子可花不少钱啊！来，我看看都是啥的。1万块钱而已，假了也没关系。这银元都是俺朋友家里边的，如果是假的话，我现在都可以去找他。首先真假看边吃没啥问题。你拿过来的这些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这80块银元只花1万块钱，太超值了。你知道不假我都放心了啊！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我这花到1万块钱来了。你看能不能值1万块钱吧？肯定值1万块钱啊！我看你这些银元虽然说这都是冤大头，但是整体品相并不差。我这瞅半天，有的甚至笔面连个戳都没有。这1万块钱卖给你80块银元，你这个朋友，你说他得有多糊涂吧？他糊涂个锤子啊！他欠我1万块钱，已经很多年没有给我了。这银元是我抵账要来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借1万块钱也并不多，没必要拖那么多年不还。这一还，结果还给了你一个惊喜啊！惊喜谈不上，差点就要变成惊吓啊！俺朋友出事进去了，这是他妈拿来嫁妆银元，帮俺朋友抵债嘞。我拿回家，俺媳妇儿都说这是假嘞。哎呀，真假刚才已经给你鉴定过了，恁媳妇儿看不懂真假也属于正常，因为我们普通人对银元懂得太少了，有的甚至连银元都没见过，他咋可能对吧？知道是真是假嘞？倒是恁朋友的这个妈妈很讲信誉啊，不惜拿自己的嫁妆，对吧？替儿子还账。唯一遗憾了就是你给的钱太少了，80块才给1万块钱，确实很少。我又不是慈善家啊，银元的含量好像才80%，这80块正好4斤，按5块钱一克的话，不是正好1万块钱吗？你这是按银价折算的，80块银元4斤多，那确实花到5块钱一克，那正好够对你这1万块钱的账。对呀，我都是这样算的，这没啥毛病啊。那是嘞，这个账是没啥毛病，关键就是平时银元这可不是按这样的计算方式算啊。那你说按啥方式算呀？银元肯定是按个算啊。银元如果你按现在的银价算，哪一块币种它的银价它都不会超过200块钱，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银元的含银量它只有90%，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发行量它固定就那么多，所以你按银价算很不现实。你也别说了我的不对，你就说多少钱一个吧。没有收录你啊，按克买你肯定是捡了大漏，这一块成本价才花到100多而已，因为你这数量比较多。冤大头一共发行了3、8、9、10 4个年份，出去8年，出去里边各种带版别的话，就单说你这些币面无伤无戳的品相，这些都算我们常说的这个通货状态吧。我大致的给你估下价值，1000一块吧，80块冤大头，它就是8万8。8万8？对，你不是哄我开心的吧？没有，我看里边还不只有冤大头，带船的贵不贵啊？这价钱肯定不会给你乱开玩笑了。里边的船样我给你看了，这都是23年了，价格的话和普通的冤大头是一个级别的，因为这个船样最贵的是21年和22年，你这里边啊，我没看到一个21还有22，所以出来的就给你核算了一下。这价钱太好了，没想到借出去1万，这一下子回来8万8，这次可以过个肥年了啊！都卖给你吧。那你这一下子卖掉也不太合适吧？那朋友借你1万多，对吧？虽然说没还是他的错，但是现在人家都出事了，他妈替他还账已经很明事理了。你不知道价钱也都算了，你知道之后啊，你多少得把剩余的钱补给那朋友他妈妈，这样子我可以给你算一下。具体我咋分你都别管了你直接给我输钱就行了。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还真给你要不了，我怕后续有什么纠纷，弄了，对吧？那朋友一场别弄得不愉快了，都真划不来了。那算了，反正我知道价钱，我找其他人看看。那好吧。没想到日本废品店里能捡到大便宜，1万日元捡漏，严重的大熊猫我上网上一查，价值上千万。大爷，你还真别说，你这个银元确实是银元中的大熊猫，张作霖的文装军阀币，我都上网查过了，现在市场价1000万以上。没想到它修来的那么快啊！对，张作霖系列的军阀币历来都是价格过1000万级别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这个存世量较少。我看你这一块币面这还带铝锈包浆了，尤其是它这个边齿这个地方全是铝锈。大爷，刚才听你说你这是在日本废品店里边买的，这是咋回事？我常年在日本收破烂，每年大概能给我挣个10万8万的，大部分都给孩子们花了的钱。在日本收破烂的话，一年挣10万8万了，那确实挣了不少了，比我们年轻人挣的还多嘞。那是嘞，无论在哪里干，只要好好的干，都能挣到钱。对，在废品站里看到这个张作霖元帅的时候，我没想到他们日本人竟然不懂咱们上面的中文。不懂也很正常，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字都不一样。一般像我们国内玩银元基本上都是在古玩店，毕竟这么贵重的银元都很重视，装盒子里边摆到柜台里，生怕磕着摔着了。而你说的这个银元竟然是在废品店里，一般这个废品店这不都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废铜烂铁堆里咋可能有这么贵重的银元呢？你不知道日本废品店比较正规
他扔掉的东西啊，基本上都可以用咱。相当于咱们的二手交易平台。给钱都管卖。怪不得你能淘到这么漂亮的银元，原来别人不要的东西，既然这样，你都知道上网查一查，那别人都不会上网查询一下吗？刚才我们都说了嘛，中文他们根本都不认识不懂。下来也没有咱们的软件。我就想好了，卖了个上千万，我就退休了，从此不干了。那如果这个银元是对的话，像你这么大年纪，确实也该退休了。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这有点别扭啊。你这有啥别扭啊？这是个一眼开门的包浆，真假无有。放心，日本那边根本没有假货。一眼开门的包浆，看来你对银元多少还懂一点。但是你这个包浆，我看啊，它不是一眼开门，尤其是它上面这个铝锈，这个很浮。壁面压力我看也不是太明显，因为张仲林系列军阀币啊，它是属于样币，样币顾名思义啊，就是没有大量流通，只是失住了几块而已。就是因为它的存世量少，所以这个价格啊才上千万。你这个是17年的文庄项，文庄张仲林啊，其实存世量在其他几个年份里边也是最少的，你不要看历届拍卖会上的那个价格。至于你说的这个日本没有假货，我看你这个银元，它应该是真银假币。你啥意思？啥真银假币？你有说多少钱吗？真银假币啊，是指你这个银元是银子做成的，但是年份并不老，并不是过去民国17年铸造的，属于现代的艺术仿品，包括这上面的包浆，这都是做旧做出来的。那你看现在的价值来看的话，目前也就是一个银价。200块钱一大管，200，对，你别给我闹着玩了啊！我1万日元买的，200块钱的话我还赔钱嘞。对啊，1万日元，这和咱人民币差不多500-600块钱嘛。那你按真银假币算的话，肯定是亏钱了。这个真银假币啊，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有，所以你对某个行业如果说不懂的话，最好啊也不要想着去捡大漏，捡大便宜。真币啊，确实是上千万。假币，对吧？别人就是要挣你的钱了。记住一句话，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你这个银元啊，说实话，1万日元买了就当一个小玩意玩玩就行了。我看你应该不懂这点啊，我还是上北京做专家去看看去吧。那行，那你多转转多问问也行。俺朋友啊，既然连我都骗，10年前花我1个月的工资买2块银元，刚刚我去今年变现，他竟然只给我200块钱，好歹也是你1个月的工资买来。他即使再便宜的银元也不能给200啊！来，我看看啥人。当时啊，我听到估价之后，叫我气了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啊！这俩银元，当时好歹我花了我2500的工资啊！说实话，你这2500买的值啊！这一块大青又一块欧版，这价钱你即使放到现在，这也是捡大漏啊！你说的口气跟我那个朋友说的一样，他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啊！人家今年就给我200块钱一个，200块钱一个肯定不能卖给他们。你这2块状态还不错，你看这个欧版，它这个发丝不错 ，AU53也是名至实归。另外一块大青玄山，虽说评级没给分，但是我看这前后没有一丁点缺点，一块给你200，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我感觉他们说的很对，一块银元也就20多克银子而且银子还不值钱，还不纯，想卖多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你别听他们瞎说，银元银子再不纯。他们过去的发行量也只有那么多，以前大家都不懂，都当破烂卖了，现在都后悔都来不及。我刚刚算了一笔账，2500当时买的，现在只能卖400，10年的时间，我这一下子赔了2100，你说我这个朋友不是忽悠我吗？我感觉他没忽悠你，如果忽悠你的话，就不给你买这2块银元了。我看这评级编号啊，这都是最近才评的，真假是没啥问题。以后卖银元不要去金店。他们只懂黄金，银元啊，必须得找专业的古玩店。我怕我买假了，上个月他们帮我入的盒，该不会是今年认为我这俩银元也是假的吧？你这疑神疑鬼不行啊！如果银元是假的呀，人家估计200块钱也不会给你了。既然已经评级入盒，真假的话，你必须得学会对比观望。我也不想比对了。现在这么一折腾啊，我就想把它换成钱，你看值不值3000吧？对，硬气一点，你这样说就对了。我先拿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袁大头来说，现在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版，3年里边的欧版名誉品，比普通的袁大头区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发丝。3年大头里边啊，它这个发丝
堪比9年经吧。包括华字、国字，这都有原点暗记。最明显的还是夹颌面的它这个欧字暗记啊。笔面属于原味的状态吧。目前你这个状态给你估价的话，4000以内吧。啥？这一块银元能给我3、4千块吗？对。你这报价差异也太大了吧？有价格差异啊，才能看出来专业的程度。你按银价买银元，你啥时候也收不到银元。另外一块就更贵了，这一块是龙阳3剑客里边的大清泉伞。你看一下它这个龙尾出韵是深斑。哎，首先啊，笔面是原汁原味的状态，大清主要是看它这个花枝全身大，包括这边的字口也没有任何的做，包括两面的内齿也都全在。关键啊，还是一块原味的品相。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状态我给你7000多也完全没啥问题。7000多，对，加那个3000多，对，像你这么说的话，这目前我赚个4倍是没啥问题啊。那确实，10年的时间小赚4倍多的利润，那你放去年，说实话你赚的更多。这么跟你说吧，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你这2块银元币种选的不错。欧版啊，主要是贵在一个版上，龙阳一直就是大家常玩的一个主力军。由此可见啊，你这个朋友啊，绝对没有忽悠你，赚钱，说实话也是赶上了你一个好时间。哎，你看这2块银元现在是咋处理啊？我再转转吧，说不定别人出的比你还高，说不定我能卖10万嘞。卖10万倒是不至于，你多了解一下行情还是必须的。哎，再转转看看。好，走。我有一个上海的男友，赠送我一块古董银元。我上网一查询，竟然能卖100多万。看来上海人的特产真值钱啊！你这个是大名鼎鼎的上海1两银元，100多万现在买不来这个品相了吧？上海1两咋变成上海的特产了？我男友祖上是上海人，这银元是在上海生产的，所以是他那边特产啊。这个上海1两说到底还真不是上海那边生产的，你这个也太新了吧？这笔面完全是未流通的品相，而且还带环彩。这如果是真的话，100万后边再多加一个0，这种样币比较少见，他怎么舍得送给你这个？因为他爱我呗。我们这里都是18万8的彩礼，他送给我一块银元，相当于下彩礼了。拿银元当彩礼我确实见过，通常都是等价交换。你比如说18万8的彩礼，大概也就是买20万以内的银元。我这个比较特别，含银量是98.2%，比一般银元银子纯。你看上面写的有。我看到了，这个982其实它并不代表是它的含银量。这个银元你见过谁发行的银元有那么高的含银量呢？因为银元啊，它是流通货币，很容易产生摩擦，含银量越高，它的字体笔面越容易磨损，所以过去银元都是9银1铜，不易磨损，而不是说你这个银子纯，银子本身就便宜，这块银元贵就贵在它这个稀少上。我发现你就是爱抬杠。我对象说了，这是他祖上之前在上海造币厂上班的，专门传下来的，这难道还有假吗？说实话，上海在过去没什么造币厂。为什么说这个银元不是在上海生产的？你应该多少还懂点英文哈。你看上面写的有Hong Kong就是香港的英文字母，所以这个银元啊是出自1867年香港造币厂的样币。那你这么说的话，在过去就没有英文，人家都说这银元上带英文都是假币。1867年那时候属于清朝，外国人和我们做生意用的就是银元，而我们国内啊用的是银锭，也就是银元包。当时英国港督啊，为了取代英洋而设计的这款银元。那时候我们国内啊，还是以两为单位。你看上面写了556，看到了吧？556格令，其实就是朝廷1两的重量。你细看它的设计啊，正面它是一条盘龙，背面是嘉德勋章。上海这2个字啊，当时代表了不是现在上海城市，而是朝廷1两的单位。但事与愿违。这款银元设计之后，并没有得到当时北京的认可，所以现存世啊，只有少量了几枚样币而已，所以价格就贵了。更不是你说的，那时候没英文，带英文的都是假币，这都是不懂的人说的。但凡我们见过银元的，都是外国人给我们设计的。那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我这一块银元可宝贵了。世界上存世量就那么几个，这可不是用钱衡量的了。你说的很对，物以稀为贵。但是你这个银元实在是太新了，这笔面连一点差丝都没有，尤其是它这个包浆，一般像这种环彩啊，太漂亮了，未流通加上环彩，简直就是无可挑剔。品相好了不好吗？这不是能多卖钱吗？你说实话吧，这能给我多少钱？我个人看，我还真给不了你价钱。
不过看着你这笔面银色啊，倒是用真银子做出来的，你这拿回去当个小玩意儿玩玩吧。我是个女嘞，我拿着它玩不合适，能换钱最好。我个人看的话，30多颗银子吧，200多块钱的样子吧，这个价格可能估的不一定准，具体多少钱你还得问问那男友他多少钱买的。这咋管是买来的？这好歹是他家祖上传下来的呀，比18万8的彩礼了呀。所以我建议你回去问问那男友，这个交朋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眼前的这个假象迷惑了。好歹对吧？他代表18万8来，别稀里糊涂的被忽悠了。哎，你少忽悠吧，少忽悠我吧，我还是再找其他人看看去。对，多转转，多问问吧。